Hello， 又是我啊，你们的冷门区 UP 主又来给大家分享没人拍的玩具啦。上个月戴哥又挖了个新系列的坑啊 ，Anime 系列又迎来了 MS 博物馆这一新分支，主打的就是机体静态展示，具体效果先按下不表，但是定价挺离谱的。扎古加农直接定价到550了，不过鉴于之前的扎古加农已经海景房了，能以这个形式变相再版，对于我这样的玩家来说反而是好事。那么作为新系列的第一弹，这次的扎古加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赶紧来开箱看一下。这次的内包很有仪式感啊，主体单独一层，地台一层，剩下的配件一层，竟然给了3层。然而实际上的配件量并没有多少，尤其是这个地台啊，就是一块破塑料带个名牌，根本就没有涂装，还装模作样的弄个防刮蹭的纸。更绝的是，地台后方的凸起是支架插孔，然而给了支架插孔却不给支架，你们的透明塑料那么值钱的吗？其他的配件除了武装就是替换手型了，开掌手、空心握持手、大幅度扣扳机手、小幅度握枪手以及用力开掌手，手型倒是还算丰富。不过这些手型最有意思的是橙杏色塑料里面掺了黑铁色原料，所以这些手型看上去就像自带了涂装一样，这倒挺有意思的。除此之外就是2种不同的头部装甲所对应的替换天线了，这次终于是舍得给备用件了。而且零件上的涂装一印都很细致，这个倒是挺不错的。就是大妈留下的水口依旧凶残。至于该系列和普通 Anime 系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本体，整个外甲区别于实验机的配色，采用了低饱和度的颜色，看上去更舒服，而且增加了很多的涂装一印细节。部分外甲比如黑色和灰色都和手型一样，在原料中掺入了金属色，导致看起来似乎是有涂装覆盖的，而且这些改变使得它更适合静态展示。而本体的绿色部分则是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，表面摸起来类似于软胶，但其实是硬胶外面增加了一层亲肤的膜，摸起来的手感很神奇，发色的表现也和普通的塑料不一样，只不过这个膜是有点脆弱的，尤其是脚掌这里会和脚踝甲摩擦，两边侧面会蹭出白色的印记，而且这个印记是不可逆的，非常的难受。那么关于本机 MS06K 扎古加农，从名字就能看出本机是扎古的延伸改装型，其中的 K 即指代 Canon 加农炮，本机是由 MS06J 陆战型扎古改进而来，属于中距离炮击支援型。然而和对面联邦的中距离支援型钢加农相比，这玩意儿顶多只能算扎古装了个炮塔，拉完了。机体设计之初是为了对付联邦庞大的地球空军力量，因此特意装了这门180毫米高射炮，炮击部分集成了小型装弹系统。然而离谱的是，适配做得很一般，把炮放平射击时可能会遮蔽监视器的视野，而背包的弹仓太密集，甚至有殉爆的风险。虽然设计人员一开始有考虑使用光束炮，但当时极温光束武器小型化不彻底，并且耗能过高，所以否决了该方案。最后还是回到了实弹炮上，但其强大的后坐力还是让不少驾驶员直呼这门炮是累赘啊。虽然炮不给力，但对炮击还是做了很多辅助优化的，比如说这个头部啊，监视器采用了当时最高性能的一批产品，并且独眼采用了全轴轨道，可以看到模型的脑门后方也是开了窥视孔的。换句话说，眼睛是可以360度看向后方的。不过模型这里用的是经典的扎古模具，眼睛这里是有左右45度转动限位的，所以并不能还原这一特别的设定，并且后脑勺的部分其实也是涂装，并非内部细节。除了监视器以外，扎古加农安装的 Type A 7FB 是单杆天线，也为其进一步增加了战场的通讯能力。另外脸部增大了红色部分的嘴部散热器，脸颊两侧也增加了散热孔，以应对新装备的热量。另外本期同样也区分指挥官型，可以看到指挥官用的头部不仅设置了双天线，而且蓝色监视器的部分也显著增大，进一步提升了机体的战时局域通信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。玩具这里的还原还是挺到位的，嘴部还增加了灰色的猪嘴涂装。另外和其他扎古不同的是，为了支撑各类炮的挂载重量，扎古加农改装了老虎的脚掌以及小腿侧面的辅助推进系统，比普通扎古大一圈的脚掌和更大的推力，使得扎古加农的陆地机动力也非常可观。整个腿部的造型我也是非常喜欢的。武装方面，出于保护被火炮遮蔽视野的方向，扎古加农右臂的标准防盾更改为3层装甲的十字盾，根部依然采用一个机械臂连接，包裹住肩甲前后方的同时，提供更大的防护范围，减小可动的干涉。而右肩的撞钉设计并没有变化，在模型上依然会严重干涉到大臂的平台，这个结构真的该改了。中距离武装方面，扎古加农标配了一把扎古机枪，非常常规的制式武装。那理所当然的，该机当然也能搭载扎古标准的热能斧和火箭筒。后裙甲也还原了挂载的位点，不过玩具里并没有给相应的配件。而最有特色的武装应该是这个挂载在背后的带有机械臂结构的2连装导弹发射器 Big Gun。机械臂的部分给了一段平转和向前翻折90度，但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帅啊，多少有点 F91的 VSB2 的感觉。可以像这样向前展开握持住，枪的下方配备了2个弹夹，一个弹夹6发备弹，可发射的导弹也是多样化的，这个东西摆起造型来也是真的很帅。
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武装，就是左肩背包处可以挂载的一个这个东西。不了解的兄弟估计会以为这是望远镜呢，实际上这是一个烟雾发生器。那玩过吃鸡类游戏的都知道丢烟的重要性，那对于这么一个中距离放冷枪的机体来说，通过丢烟来增加隐蔽性就更加重要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款加古加农的全部武装了，但很可惜的是，本机并没有从加利福尼亚基地量产太多，就和本机的可动一样，看似集合了很多武器的优点，但实际上战场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充满了各种槽点。首先，头部继承了扎古的结构，低头大概能到30度，抬头通过拉伸隐藏的脖子能到45度以上，左右歪头只能依靠一点点球关的幅度，只有20度不到。左右的转头也是有限制的，只能到左右90度，而且下巴太长了会有一定的干涉。肩部依然沿用了扎古的结构，通过胸部内缩和肩部的拉伸，能够做到向前30度的前伸幅度，向后就没有什么可动了。平台理论上能到90度，但两侧的肩胛都有严重的干涉，最终也只能像这样的幅度了。大臂根部保留了360度的平转，360度的大风车也没有问题。小臂上段也给了360度的平转，不过并没有给之前疾风系的小臂左右摆动的结构。鱼肘则是标准的结构，双段关节能做到接近180度小臂贴住大臂，腕部也有15度的摆幅。腰部的可动很不错，前倾能做到45度以上，只不过这个可动是断腰式的，后面看着很穿帮，而后仰的幅度就只有10度了，或者说几乎没有。左右的摆动依靠胸部的关节能有个20度以上的幅度，而腰部的平转能够达到左右90度，但是需要弯一点腰才行，如果想继续转腰的话就有点难掰动了。前裙甲能够独立上抬90度，侧裙甲也能独立上抬90度，后裙甲则是不可动的。大腿根部设置了下拉滑槽的关节，裆部这里有一段类似解锁的上抬，但我打开后用力掰也没有发现哪里能解锁可动。大腿的前踢通过下拉避让能够做到前踢，下拉避让后大腿前踢能远超90度，接近120度以上了。后踢经过下拉的关节也能达到接近90度。然而这个碗口球关的古老设计啊，侧踢非常容易把腿拔掉，而且最大的幅度也只有60度多一点。甚至于因为这个设计没法让碗口很好的抓住球关，大腿根部平转根本无法由腿部转动来触发，毕竟稍微一用力关节就会脱落，而拔下来就能发现啊是有平转的，向后能180度，向前也有30度，加上本身碗口的摆动范围其实足够用了。最后这个结合了老虎和扎古的腿部，看起来适配并不好，屈膝只有90度多一点，不过动力管联动还是保留下来。最后这个老虎的脚掌表现实在是有点一言难尽，除了保留了这个很有标志性的前脚掌抬起卡扣，其他的可动都非常垃圾，上抬不足30度，甚至不足20度，向下翻则几乎没有。而这个左右的接地就更无敌了，你这个摆幅干脆不如不给呢。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两边掰的话，反而容易刮伤脚掌的那层亲肤膜。这个接地真的是陆战型该有的吗？好的，那么总结下，东西整体表现其实非常符合戴哥给它的定位啊，博物馆静态展示，随便摆一点低机动力的可动 pose 站地台上就完事了。而且脚掌的特殊材质啊，站地台上的时候抓地力还非常优秀，只能说原本的设计就比较一般啊。不过这次增加了新工艺和新涂装，又再版推倒了海景房，反倒是很适合我们这样的冷门控。如果之后能慢慢的跌价，还是非常值得一入的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评测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赞投币一键3连支持一下 UP 主，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